电子养胃可能是你的游戏设备没到位。如果你拥有一台高性能主机，又恰好有一台 VR 头显，又恰好有一套赛车模拟器，那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体验。Nice。我头上所佩戴的呢是来自国内的 VR 品牌小派家的 Crystal 水晶 VR 头显，从它散发着强烈科幻感的外观，以及对比传统 VR 一体机大上不少的体积，最重要的是它1万多块的售价，不难看出它的显示效果一定非常棒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它能提供给我们单眼2880×2880的分辨率，正好是4K 分辨率，配合 QLED 加 Mini LED 屏幕，加上非球面光学玻璃透镜，如果你的电脑可以顶得住5760×2880分辨率高画质的话，你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虚拟现实体验。拿艾利克斯来举例，当我们拿起虚拟中的物品，当光线打在物品上，转动手中的物品时，光线反射会随之发生变化，现实感爆棚。整个屏幕几乎没有任何晶格感和纱窗感，甚至物品上的标签、标签上的文字、PCB 板子上的纹路等等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另外，得益于分区背光技术，整个画面的明暗对比、色彩表现都非常不错。有那么几个瞬间确实会混淆虚拟与现实，也让我在游玩过程中不断受到一些小小的震撼。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，拥有如此优秀的显示效果，它的代价就是重量超过了1000克，戴在头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压脸压头的感觉。比较友好的是，它的6000毫安时可替换电池是后置的，可以平衡一下前后的重量，加上它厚实的面罩以及舒适又有安全感的头戴，实际感受还算可以。不过当我站着游玩时，由于头部会经常前后上下左右活动，这时的重量会被感知得更加明显一点，基本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得摘下来歇一歇。但是如果我是坐着游玩一些开车类的游戏，重量感知就不会那么明显，就可以持久很多。小派水晶的重量其实一直被大家诟病，不过这也是为了高清晰度而做出的牺牲。近期小派针对水晶推出了头戴支撑配件，安装在头顶之后可以很好的分摊头部压力，压脸的感觉会大幅减轻，也可以让头显更加稳固。如果你想长时间佩戴游玩，一定要选购这个配件。另外我也看到有些大佬把头显吊在空中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这应该是更好的解决方案。在头戴两侧有2个大到夸张的 DMAS 耳机，支持 DTS 音效，实际音质表现非常不错，大家可以听一下与快3的对比。大家可能会觉得 PCVR 玩起来比较麻烦，其实还可以。我们只需要下载好小派官网提供的软件，按照新手向导中的提示，将附带的3合1线与扩展坞连接到电脑上，另一头 Oculink 接口牢牢地插在头显上，根据提示校准一下 VR 头显的空间定位，就可以正常游玩了。线材在头显上的固定方式也非常合理，稳定又不会觉得有束缚。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，我之前尝试用笔记本加扩展坞的方式，以及 Windows 掌机加显卡坞的方式来连接小派水晶，差点没折腾死我，频频出现报错断连等现象，差点一气之下把头显退回。后来我又装了一套 13600KF 加4070 Ti 的主机，连接起来是一次成功的。如果大家遇到连接失败报错的情况，建议在接好线材之后重启其他电脑，或者在打开电脑之前先把线材接好，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。另外，目前头显在每次开机时都需要重新校准一下房间信息，特别是高度信息需要重新校准一下，有点小麻烦。官方表示后续会更新优化，保存上一次的房间信息。总之，我是非常不推荐笔记本玩家购买这套 VR 设备的，可能会非常折腾。在赛车模拟类游戏中，使用 VR 设备游玩跟使用显示器游玩完完全全是2个游戏。使用显示器来游玩，无论车速多快，你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刺激的感觉。但是在 VR 有纵深感的3维立体视野里，你是可以透过窗外的参照物感受到真实速度的。120迈真的就有120迈的感觉，后视镜里的世界也清晰可见。另外，在养生游戏、卡车模拟类游戏中，带上 VR 设备才能体会到这一类型游戏的真实快乐。我们可以在游戏中享受到真实的仪表盘、真实的导航、真实的后视镜，可以感受到真实的物理距离，毫不夸张，沉浸感直接拉满。在小派水晶单眼 4K 分辨率的加持下，方向盘上的皮质纹理在路灯的照射下清晰可见，这个纹理真的已经与现实特别接近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是在用手柄玩这一类型的模拟游戏，还是做不到完全的沉浸。这个时候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第2个主角，来自卡缪斯的 C5 基座2合1方向盘加 LC130 踏板。为了能有更加真实的体验，我购买了一个 PC 可用的手排档，以及一个赛车模拟器支架。这款 C5 方向盘体积非常小巧，可以直接夹到桌面上。它的背部本体采用了铝合金工艺，整件拿在手里非常有分量。它的基座可以提供5牛米扭矩，可以模拟出真实方向盘的力反馈，扭起来像是桌子底下长了2个前轮一样，有摩擦地面的手感。速度快慢或是受到撞击，力反馈都会随之改变，并且它还可以通过震动模拟出不同路面上的不同颠簸，真实感很强。
LC100踏板同样用料非常扎实，内置霍尔传感器，可以实现离合跟油门的线性变化，同时刹车内置有压力传感器，可以根据脚下的重量输出相对应的制动力。另外每个踏板的力度都可以通过拧螺丝来调节，整体力度算是中等偏大。平时游玩时需要在下面加上防滑垫，或是靠墙游玩，或者像我一样来上一套赛车模拟器支架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套设备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上手简单，基本拧完螺丝，简单接线就可以直接开玩。在软件中也可以清晰明确地调节各个设备的参数性能，上手难度很低，体验还是不错的。不过你使用方向盘对着屏幕游玩是需要一定适应与练习的，因为通过屏幕无法直观感受到车子的速度，也无法直观判断距离，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来调整刹车时机、调整转弯幅度等。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，有些人可能直接爱上了，有些人直接退烧了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再配上一个 VR 头显，那你一定会爱上的。前面提到过，在 VR 的有纵深感的三维立体世界中，我们可以用直觉感受出目前的车速，感受出距离，可以很符合直觉地判断出什么时候该收油，什么时候该降档，什么时候该刹车，什么时候该以什么样的幅度来转动方向盘，来实现一个成功的转弯。在美卡这种游戏中就更不用说了，我们可以随时转头看向后视镜，通过后视镜可以很轻松地辨别出后车的距离，从而判断出此时变道的安全性。在上匝道时也可以用直觉来判断车速是否安全，等等这一系列体验真的会让人身临其境。尤其是在每一次上高速，我竟然还会生理性的犯困。总之，如果你喜欢开车，一定要体验一下。说到体验，这套设备小派 Crystal 卡缪斯 C5 加 LC100，再加上一台高性能主机，价格已经奔着3万块去了，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。那么有没有平替呢？赛车模拟器圈我不太了解 ，VR 设备肯定是有平替的，买个便宜的 VR 设备也能实现以上70%到80%的体验，但是在显示效果上绝对跟小派水晶不在同一档次。单眼 4K 双眼 8K 的视觉体验以及35 PPD 角分辨率是用过之后就回不去了。另外小派水晶的眼球追踪、自动电动瞳距调节等也都可以给到大家万元设备该有的体验。除此之外，眼球追踪还可以给玩家提供注视点渲染功能，这个功能会利好低配玩家。开启之后，头显会检测视觉中心，在眼睛看的地方是完全渲染的，而在余光处是低分辨率渲染的，这样可以降低显卡压力，可以有效提高帧数。另外，小派水晶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它内置了与快42同款的骁龙 XR2 芯片，拨动右上方的开关就可以将头显切换到一体机模式。不过这个一体机模式可以说是一言难尽。目前的系统优化只能算作一个附加功能，用来看看大片啥的还可以，其他的体验是不如市面上大部分 VR 一体机的。另外有网友反馈说小派水晶的手柄追踪体验不佳，在实际游玩时我只用手柄尝试了艾利克斯，在更新到最新固件之后，总体体验还可以，几乎没有碰见手柄错乱的情况。另外在游玩赛车模拟器时是不需要用到手柄的，也基本不会有影响。不过万元的设备，这个手柄质感稍微差点意思，手柄是充电的，与换电式方案的手柄算是各有利弊吧。在我看来，小派水晶最大的优点就是显示效果极强，基本是目前消费级 VR 产品天花板般的存在。最大的缺点就是破万的售价，当然它还需要一台高性能主机来发挥它的全部性能。如果你是 VR 爱好者，追求极致的画质体验，或者是赛车模拟器、飞行模拟器玩家的话，强烈建议体验一下这款设备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，记得关注我，芳芳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理性消费。